本节目由派瑞特音乐室注入卓越音效。从一个被遗弃的婴儿到成汤的重要帮手，伊尹的智慧和策略在成汤建立商朝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你们知道伊尹最终是怎么帮助成汤战胜暴君夏桀的吗？好奇在这个故事里出现了什么样的神？哪些神帮助了成汤建立商朝吗？我是舍里，我是 Emma， 我是丽娜。请加入我们听今天的故事吧。成汤身高9尺，仪表堂堂，而且心地善良。有一次，成汤去郊外打猎，看见一个人正在那里四面张望，口里还念念有词地祝祷道：从天上落下来的，从地里钻出来的，从四面八方来的，都进到我的网里。妈妈，他为什么要把网开那么早？这是一个好问题哈。那是因为这个人想捕捉尽可能多的鸟儿，但是成汤觉得这样会让飞鸟灭绝，所以他叫那个人把张好的网解去3面，只留下1面，又叫他念另外一首祝词道：先前蜘蛛做网，人们学他榜样，自由的鸟儿啊，想朝左就朝左，想朝右就朝右，想高飞就高飞，想低翔就低翔，可别自己找死，偏偏碰在我的网上。可是他那么做，鸟儿会不会逃跑？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啊，妮娜。这正代表了成汤的仁爱之心，让鸟儿有更多的自由飞翔的机会。那时，汉水以南的很多小国听说成汤仁德，都心悦诚服，纷纷来归顺，有40国之多。但夏桀丝毫没有察觉出人心的背离，照样任意妄为，寻欢作乐。有一次，他突发奇想，把宫里养的一只老虎放到了闹市中，看到人们惊骇狂奔，他开怀大笑。有的大臣实在看不下去，就向他谏言，结果马上就被定罪了。后来被他定罪杀死的人，尸体堆起来像座小山。成汤知道之后非常的难过，就派人去祭拜那些无辜的受害者。妈妈，这么多人被杀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反抗呢？艾玛，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哈。其实呢，因为夏桀的暴政让大家都非常害怕，没有人敢去反抗。但是成汤不同，他心怀仁爱，想要改变这一切。夏桀听到成汤的做法后震怒，想要除掉他，于是采用了谗臣赵良的计策，下了一道诏书，表彰成汤的功德，并召他来京都。成汤一到京都，夏桀就急不可耐地露出了真面目，将他关在了下台的重泉里。下台又叫沟台，是一座囚禁重要囚犯的监狱。重泉又叫种泉，是监狱中的地下水牢。成汤在这座恶臭熏天的水牢里吃尽了苦头，差点丢了性命。英国派来的使臣带来了大量贵重的财物和罕见的珍宝送给夏桀，这才释放了成汤。妈妈，为什么他们给礼物给夏桀？这是一个好问题哈。因为给夏桀送礼物的话，他们想要把成汤给救出来，是这样，明白了吗？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，人们就会选择这种方法来换取自由啊。后来横征暴敛的夏桀又命大将扁带领兵马去攻占岷山。岷山是西南的一个小国，国小兵弱，没有多久就沦陷了。这个国家只好献出2个绝世的美女向夏朝乞降。这2个美女，一个叫婉，一个叫颜。
夏桀贪恋美色，非常的宠爱他们，还特意命工匠将他们的名字雕刻在美玉上，一刻不离地佩戴在身边。夏桀以前有一个宠妃，名叫妹喜，如今被夏桀无情地抛弃在洛水旁的一座冷宫里。听闻夏桀宠幸新人，妹喜恨得咬牙切齿，于是暗中派人去结交殷国的宰相伊尹。伊尹又出来了，记得吗？还记得呢。是啊，把他从各方面探听到的国家机密都告诉了他，得到妹喜送来的机密情报，伊尹自是非常的高兴，便经常派人去问候妹喜，送给他大量的珠宝，借此与他保持联系。妈妈，妹喜为什么要帮助伊尹呢？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哈。因为他对夏桀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怒和不满，他希望通过伊尹来报复夏桀。有了妹喜的帮助，成汤才得以联合天下的诸侯，浩浩荡荡地去讨伐夏桀。当时夏桀手下有3个忠心的诸侯，分别是韦、顾和昆吾。有了他们3个的帮助，夏桀就像是长了翅膀的老虎，肆无忌惮。伊尹和成汤定计，将夏桀的同党一个一个的消灭光了，这才直捣夏朝皇城。夏桀见到成汤来势汹汹，慌了手脚，一面派遣兵将去迎战，一面赶紧用鸿鹄的羹、玉弦的鼎来四祭天地，希望借助神的庇佑，打败敌人，守住江山。不料才打了2-3仗，夏桀身边的得力大将夏羹就战败了。成汤的大军逼近皇城时，有一个天上来的大神奉天地之命来帮助成汤。他说：天帝命我来助你作战，如今城里已是人心惶惶，你赶紧带军队去攻城，看见夏城西北角燃起大火，就朝那里进攻，我一定会帮你打赢这场仗。说完就转瞬不见了。妈妈，这个大神是谁啊？妮娜，这个大神看起来像谁？我知道。能不能让妮妮才回答一下他的问题？如果他回答不出来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妮妮猜，火神。Bravo， 哈哈，是的，他是火神祝融。我们之前讲过他的故事，对不对Oh yes。哈哈 ，Bravo， 好棒！你想回答谁？我也想说火神啊！你们2个都很聪明，都记住了，很棒！哈哈哈。成汤起初很吃惊，但回想起那位大神的形貌，很像火神祝融。正惊疑不定时，忽听有人来报，夏城西北角上一片火光，烧得很旺。成汤走出营帐一看，果然夏城的西北角燃起了熊熊烈火，把漆黑的夜空映照得像白天一样。成汤知道准是火神祝融在帮助自己，于是赶紧下令进攻城。没多久，固若金汤的城池就被成汤的大军给攻破了。夏桀见大势已去，慌忙带着几个宠妃出逃，直向明条奔去，妹喜也在其中。明条距离夏国都城有好几百里。成汤得到情报后，选了70辆最好的战车，带着6000名战士，日夜兼程的追赶，一直追到了明条。夏桀的军队还不等交锋就四散而逃，人马自相残踏，所剩无几。夏桀只得整顿残兵，带着宠爱的妃子，坐上了几只破船，顺江南下，一直逃到了南朝。到了南朝以后，上了年纪的夏桀身体每况愈下，精神也日益颓废，不久便郁郁而终。这就是今天所有故事的内容啦。
现在呢，我们来做中文教学的环节。我们的第一个词呢叫仁德。仁德，Bravo。仁德是一个名词，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。它的意思呢是仁爱和道德。这个词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品德高尚，心地善良。例句呢就是成汤推行仁德，赢得了民心。仁德的英文解释呢叫 empathy。 empathy, Yes, empathy and righteous. righteous, Yeah, bravo. 第二个词是祭拜。祭拜，祭拜是一个动词，敬拜、祭祀的意思。这是一个在宗教和传统文化上的一个仪式。例句呢就是成汤派人去祭拜那些无辜的受害者。第三个词是救出。救出，很棒。这是一个动词，从危险或困境当中把人救出来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使用，比如说救出被困的人或者是动物。在这里的例句呢是殷国派使臣送礼物给夏桀，以救出成汤。记得吗yes. Bravo。 救出的英文解释Rescue, rescued. Yeah, that's the right word. Yes, absolutely. 最后一个词呢是宠爱。宠爱， Yes， 宠爱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。它的意思是特别的喜爱和疼爱。这个词常用来形容家长对孩子或者主人对宠物的喜爱。例句呢是夏桀非常宠爱那两个美女婉和言。关于中国第一个王朝从建立到被推翻的神话故事，我们就已经讲完了。下一集我们会来探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节日。关于这个节日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美丽但也很心酸的神话故事。想知道是什么节日吗？关于它又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呢？咱们先卖个关子哈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就请订阅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吧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晚安，拜拜。是监狱中的地下水库啊，是监狱中的地下水牢。